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天下新闻真假。好，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杂谈第136期啊，这是一档新闻事实检查的栏目，欢迎大家订阅。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条，我们的这个真朋友 APP 啊 ，Very Real App 的投稿和事实查证啊，我们来看江油的抗议事件啊，民间流传的完整故事。好，那么第一部分呢是这个事儿的起因啊。那校园霸凌的视频呢引爆众怒，事情呢还得从一个校园霸凌的视频说起啊。8月2号呢，在微信群和微博上突然疯传一段让人愤怒和心痛的视频。视频里面呢，一个14岁的这个初中女生被几名同龄女孩骗到一栋烂尾楼里面，那惨遭长达这个几个小时的这个侮辱和殴打。那些施暴者不停地扇她的巴掌啊，踹倒她，逼她脱掉上衣，只剩下内衣。又让她下跪受辱。更过分的是，当受害的女孩喊出“我要报警”，试图自救的时候呢，其中一位施暴的女生嚣张地回了一句：“你觉得我们怕你吗？又不是没进去过。”旁边另外一个也附和：“都进去10多次了，没到20分钟就出来了。”那嚣张的程度啊，这个嚣张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这句话一出啊，网友就炸了锅：什么？进派出所不到20分钟就放出来？大家一下子就联想，这帮小姑娘怕不是有人撑腰才会如此无法无天吧？很快呢，有关部门证实啊，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四川绵阳市的这个下属的江油市。那时间呢是7月22号，当时几名初中女生啊，因为矛盾纠纷，把受害女孩骗出校园，带到偏僻的烂尾楼里面，实施了这起恶劣的霸凌。那视频曝光之后呢，舆论一边倒的谴责施暴者啊，心疼这个受害的这个女孩。那江油市公安局呢，也在8月4号出了一个警情通报啊。可是这个通报恰恰就是把群众的怒火都点燃了。通报里说，受害女生只是受了轻微伤啊，对主谋的2名14、15岁的施暴少女只是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而另一名13岁女孩和围观拍摄的人啊，只进行了批评教育，让监护人带回管教。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处罚。同时警方还呼吁大家别再传播相关的视频。这个公告一出啊，网上骂声一片啊，大家都觉得官方这是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稀泥嘛。那这种跟没有处罚一样的处罚，能让这些小恶霸知道错吗？那网友纷纷表示无法接受，尤其想到那群施暴女生放话20分钟就出来，更怀疑这个人是不是背后有什么关系，才能一次又一次的逍遥法外。果不其然啊，网上开始各种流传。有人爆料说，施暴者这个家里头，这个有人家长是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还有的爸爸是律师啊，妈妈是江油市的什么警官。总之背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难怪这个口出狂言啊，没有20分钟就会放出来这种狂言啊。那么这些传言呢，后来警方辟谣啊，说打人者家长一个无业，一个外地打工啊，一个售货员，一个送外卖的。反正都跟官场不搭边啊，这个网传的这个官二代背景都是谣言啊，还抓了这个传谣的人啊。但是不管真相如何，当下老百姓早就不信任当地这个官方的处理了，群众的怒火已经被点燃了。好，那下一节呢，就是家长下跪啊求助，但是呢却被无视，非常惨烈啊。那面对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啊，受害女孩的父母心里哪能够服气呢？据说在警方通报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3号。受害女生的父母亲自去了有关部门讨说法，他们用了一种最悲痛、最悲情也最卑微的方式下跪啊。那有网传的视频为证啊，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当着一位官员的面，扑通就跪下了，磕头哭求政府替女儿做主。而更令人心酸的是呢，据说女孩的母亲还是聋哑人，她当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地给官员磕头啊，磕到头撞地板啊，咚咚咚的响，眼泪一直往下掉。旁边围观的群众也看得鼻子发酸啊，有好几位大姐直接就哭出声来了。那现场画面里面呢，拿着扩音喇叭的官员是谁啊，并不清楚。那有传言呢是江油市政法委的这个副书记，但是他的反应是极端的让人心寒的。这领导啊，连弯腰扶一把都没有，更别提有一句安慰的话。他就那么站在那里啊，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一对哭跪在这个地上的父母，可怜的父母。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啊，嘴里还不断的喊话，让围观群众赶紧散了啊，就是这种非常这个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啊。其实我个人的评论，这个原因就是他们只需要对上负责，对吧？对上负责就行了，
他们不需要对下面负责的，不需要对群众负责的。所以整个这个就是看着这个领导这种居高临下的样子啊，一点都不关心这2位正在跪在地下磕头的父母。那你说气不气人啊？父母都给你下跪磕头了，领导连个正眼都不瞧。那这个画面迅速在民间传开之后，将由当地老百姓的愤怒值直接拉满。那很多人心想啊，要是自己的小孩被欺负成这样，还被迫让父母下跪求人，这口气谁能忍呢？更何况这是聋哑人母亲啊，这弱势群体，这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那被欺负的小孩也是残疾人家庭出身，太让人揪心了。那有目击者就说呢，当时女孩的妈妈情绪激动，几次几乎晕厥过去，醒来又接着跪。不少围观者当场就喊起来，这样不行，得给人家一个公道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呢要讨要一个说法。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就是抗议爆发了啊！上千群众聚集，喊着要公道。那8月4日的下午，江油的市民自发行动，许多的家长和市民啊越想越气，干脆呢聚集到江油市政府门口，为受害的女孩讨一个公道。那这个现场人越来越多啊，从几百人到上千人都有。有网传的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密密麻麻全是人，粗略估计至少是几千人，有人说甚至可能有上万人。那么把市政府门前啊挤得水泄不通，大家拉起了横幅啊，举着受害女孩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照片，高喊着口号啊，要讨要一个说法。那一开始呢，这个群众的诉求非常简单，要求严惩这几个施暴的坏女孩，给受害者一个公道。许多市民其实很理性，他们一边围在政府门口，一边有人代表出面和官员对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讲：领导，你站出来说句话，这么恶劣的事儿总不能就算了吧？据县长说啊，也有一些教育局、公安局的人在协调，但是官方的态度呢，依然是冷冰冰的啊，并没有明确回应大家的这个任何的诉求。那这一下呢，围观的人群就开始越发的激动啊，声音呢，嗓门也越来越大。那有目击者还提到一个细节，当时群众要求施暴者的父母也出来，当众向受害者的家属道歉，觉得你孩子把人家女儿伤成这样，当爹妈的不露面，说句歉意啊，不说一句歉意的话过不去。可谁知官员那边直接拒绝了。据传其中一位领导还问了一句：为什么要道歉啊？这有什么好道歉的？这话一传出来，等于是火上浇油啊！现场人群彻底炸锅了，怎么就不该道歉呢？孩子犯了错，大人就没有责任吗？那大家群情更加激愤了，双方就这么对峙啊。随着天色渐暗啊，这个大家也看到网传的，真是从白天打到晚上啊。就天色渐暗以后呢，警察也越聚越多。据说呢，政府早就把市政府门前的道路给封锁了，但是人实在太多，附近街道上也站满了这个不肯走的群众。不少人开始高唱这个国歌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在市政府门口此起彼伏的唱啊。那么这一幕呢，很多网友联想到先前一些维权的现场啊，唱国歌是表达诉求，意思是我们也爱国啊，我们不是闹事儿啊，我们只是求公平。那当群众唱着国歌，群情激愤的对着现场的公安干警高声齐唱的时候，画面是非常震撼的啊。那唱完国歌呢，大家还喊起了口号，除了严惩凶手、还受害者公告这些呼声呢，有人激动之下啊，也喊出了我们要民主啊这样直白的口号啊，要民主要自由这样的声音，此起彼伏，把现场的气氛推到了顶点啊。这是我想起了柴静的话啊，这是民主不是什么外来的产物，这是人性自发的需求啊。那么有些市民也喊文明执法，不要欺负老百姓。那来这个现场的这个警察呢，就是纷纷被老百姓的这些话，其实他们也没有被打动，但是百姓呢，目标就是让这些警察克制一点啊，不要有暴力。那可以想象，当时广场上一片嘈杂与愤怒的海洋，许多人挥舞着手机在直播录像，想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高潮来了啊！这个其实整个这个事件的高潮，包括引起了这么多的，包括这个海外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就是因为这个清场的冲突，武警暴力镇压与运猪车事件。也许是人越来越多啊，引起了上面的紧张。当天晚上的事态开始升级，那大量的公安、防暴警察甚至武警被调集到现场增援。据说晚上9、10点钟的时候呢，广场周边已经停满了警车，大批全副武装的这个特警啊列队待命，场面一度非常紧张。那么很多路过的群众都被驱赶离开，不让靠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种压迫感。果然啊，接近午夜时分，警方开始强制清场。突然之间，现场的灯光被打亮，扬声器里传出警告，让大家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
那话音未落啊，盾牌和头盔齐备的防暴警察就成排的向人群推进。目击者回忆，当时场面一下子就失控了，尖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许多人四散奔逃，也有人不肯跑远啊，就在那里和警察理论啊，结果直接被警察一棍子打倒在地。警察开始抓人了，那他们抓谁呢？只要是在场的、不肯散的，都在抓的范围啊，不分青红皂白。那么有的视频显示，几个警察抡起警棍，对着手无寸铁的市民猛甩，还有警察拿着辣椒水喷雾对着人群乱喷。不少人啊被呛得直咳嗽、流眼泪，现场一片混乱，尖叫，很多人转身就跑。那可是还是几十上百人啊被摁倒在地上。警察逮人的时候下手很重，据说男女老少都不管，见人就打。那有老人家被摔倒在地，也被强行拖走，一些年轻人更是被打得这个头破血流啊。那其实大家有看这个现场的视频，最著名的一段就是有一位老人啊，这个警察在朝着这个老人怒吼，然后据说是这个老人的孩子，这个儿子啊过来理论，然后被警察硬拖走了，拖上车了。那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朝警察扔矿泉水瓶啊，砸这个杂物表示反抗，但是根本没用啊！防暴警察的火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还有这个防暴盾，对吧？那最夸张的一幕就出现了，抓不过来这么多人呢，警方居然调来了一辆大卡车停在现场。据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这辆卡车通体红色，这个车头上有两个特别醒目的字儿，当然是品牌，但是很讽刺啊，叫做解放啊。这个解放你的车啊，就是所以中国很多这个所有的这个名词你都得反着来看啊，什么人民政府对吧？人民法院，解放这个车呢是用来抓人的。然后呢，细看才发现啊，这是一辆拉猪的运猪车啊，拉猪的这个运牲口的车，运猪的车啊，真的没看错，就是运猪车。这个后车厢啊是铁栏杆笼子啊，那么本来这种车呢是用来拉生猪家畜的。现在警察竟然把这个被抓的抗议群众往里面塞，有人录像拍到至少7、8个被抓的市民被推搡着挤上那辆红色卡车，整车人被锁在铁笼子里，场面让人目瞪口呆。哎呀，这个21世纪的今天，2025年啊，这个中国发生这样的这个惨无人道的事情啊！那现场拍摄的画面，特警用红色运猪车押送被捕的抗议市民，引发了群众的震惊与谴责。这一幕让现场围观的人都看傻了眼，随即爆发出阵阵的怒吼啊骂声。把我们当猪吗？有人破口大骂，有人吓得连忙躲开。那许多人在网上看视频的这个网友啊，也直呼难以置信啊！头一次见到这个出动运猪车抓人，这和拉猪仔有什么区别？那更有人愤怒地感叹：这哪里是执法呀？这是对这些抗议者赤裸裸的侮辱。那政府用这种方式告诉你，在他们眼里，你不是公民，是牲口，可以说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啊，把老百姓都当猪仔了，这一下把大家的这个愤怒啊就推到了极点。但是现场的老百姓呢，再愤怒也没有辙啊。这武警和特警全副武装啊，3下5除2把人群冲散。许多人呢不是被抓，就是跑得远远的躲起来。当晚的清场行动一直持续到凌晨，据说呢一直折腾到了8月5日的凌晨2、3点钟才告一段落。有参加现场的网友后来在直播里说，当时整个江油城啊都笼罩在警笛声当中，街头像发生了战争一样。夜幕下烟雾弥漫啊，警方释放了这个催泪瓦斯以及震爆弹，那还能听到类似于枪声的这个砰砰的巨响，可能有橡皮子弹啊。那许多人猜测那声音可能是震爆弹或者枪械走火，真是吓死人。人群被驱散以后，有人躲在暗处拍到7、8个警察围殴一男一女的画面，那画面中那个男子被打得满脸是血，惨不忍睹。还有视频记录下一名女子绝望的尖叫打人了，但是转瞬之间他自己也被几名武警按倒在地，这个场面仿佛电影里才有啊！谁知道这个真的发生在就当下的中国？那据传呢，当晚有不少人受伤，甚至有传言说死了好几个人，啊，网传小道消息一度说是打死了11个人，啊，这种说法。当然，这个数字最后呢虽然未得到证实，那可能是谣传，但是足见现场状况有多么恐怖。那在强大的镇压下，聚集的人群最终被清理的差不多。半夜里，军用通信干扰车都开上街了，把附近的手机信号和网络信号搞断啊，目的就是不让现场的视频传出去。可见啊，这个中共啊现在怕的不是这个你这个事儿发不发生，他们有的是武力可以镇压，他怕的是外面的人知道，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还是有机智的网友利用直播各种翻墙手段啊，把一些片段传到了网上。我们来看这个事件的余波啊，吃瓜网友的震撼与愤怒。
那清场过后，江油情这个整个这个江油啊，这个县城啊，实际上是个县级市啊，就像静止了一样。那8月5号白天啊，有消息称江油当地依然风声鹤唳，公安在全城挨家挨户抓人，凡是被认出昨晚在现场的都可能被带走。街道上、社区里，据说到处都有警察在盘查，有的还被怀疑过这个拍视频的人拳打脚踢啊，搞得人心惶惶。那微博上关于江油的话题一度冲到榜首，但不到几分钟就被和谐了。那相关的照片呢、视频呢、帖子大量的消失。然而此时啊，墙内删帖，墙外开花，这件事已经传遍了整个中文互联网的圈子，尤其在海外媒体和推特上引起了热议。许多网友看到这个运猪车拉人的照片，感到愤怒而又无奈。有人在国外的论坛上嘲讽道：“人民当家做猪，说的就是现在吧？”啊，把这个中国官方常说的"人民当家做主"改成了"猪"啊，黑色幽默中透着心酸。还有人调侃，以前只听说过用大巴车拉人啊，这上海白纸运动的时候，那江油是开创先河啊，上猪仔车了，这属于。那更多的留言直接谴责中共当局啊，这真的太过分了，不把人当人看啊！共匪果然是把这个老百姓当猪仔，等等愤怒的声音此起彼伏。其实回过头看，这场因校园霸凌而起的抗议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老百姓喊出的"我们要民主"不是空穴来风，可能平时大家不敢说啊，但是这回借着声援受害女孩的由头，真情流露了一把。那有人呢把江油之夜比作一次小小的觉醒，平时逆来顺受的普通人，哪怕只是为了保护孩子，也终于站出来朝不公大吼了一嗓子。啊，虽然结局让人心寒，付出了被打被抓的代价，网络上也迅速被惊声，但是江油事件的经过还是在民间传播开来，成为茶余饭后啊人们低声讨论却难以忘怀的话题。啊，以上就是今天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这个江油抗议事件的完整故事啊，从一段校园的霸凌视频引发公愤，到父母下跪无果，群众上街抗议，再到警方深夜强力清场，用运猪车拉人羞辱，以及群众唱国歌、高呼民主口号的震撼场面，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唏嘘。那事实与否啊，真实与否，这些细节可能没有人能够完全考证，但是这么多的视频已经流露出来啊，以及这个充满这个血泪与怒火的故事，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无数吃瓜群众的这个心中。虽然我们是吃瓜群众，但是我们要认真的想一想，正如有人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人心中的怒火和不甘啊，永远不会毁灭。那么江油事件给了大家一次凝视现实的机会，这场在网络上流传的民间故事，或许是今天中国基层老百姓心声最真切的这个写照啊。好，那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宗馥莉这个事儿啊，这个宗教的宫斗呢，最近有一条更新啊，最近24小时，就是8月5号的这个早上10点12分香港时间，那么这个香港高院的卷宗啊，出现了一个 seal 标识啊，这个 e-registry。它列表新增了 SEAL SEAL 啊2025080501，那么文件披露了这个 DCLS 披露文件加上密封提交，这和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啊，递交方是被告啊，那法院批注是 sealed until further order， 那是密封直到有更多的命令为止。那宗馥莉和建浩公司呢首次履行了披露令，但选择了密封，那外界没有办法看到内容啊 ，unless order 14天的倒计时仍然有效，法院需要审核后来决定是否这个提交是合格的。同步提交了这个 EXTP 啊，叫延期申请，同一时间段表现为 EXTP 2025080502。那么这个申请呢是延后提交过去18个月董事会决议及这个授权链的扫描件啊，理由是 BVI 公司秘书需要寄送原件，那部分决议在泽西群岛存档，那要求7日的这个宽限到8月22号啊，那法官能否批准在48小时内会邮件通知，如果获批，那 Mariva 仍然有效，但是呢藐视法庭的风险会延后。第三呢是这个汇丰的私人银行啊给媒体的书面回复，说在 Mariva 令下，客户任何本金的这个动用都需要这个经过法庭预先的批准。目前呢账户处于 court controlled mode 啊，法庭控制模式，佐证冻结已经在银行端全面执行。我们昨天也提到，那宗馥莉需要法庭许可才能够支付律师费或者税费。那么这个昨天我们也披露了这个本金的这个来源啊，是这个海外的工厂海外经销商累积的进货款啊，以及影印件啊。那么影印件有一个新的这个细节，叫宗庆后呢亲笔写明了可由女儿宗馥莉或者他本人做这个settler 啊 ，settler 是这个信托的必要的一个角色啊。信托草案留空了这个签字页，再次证明草案没有生效啊。那个设立人授权可以2选1。
那这个国资专班呢，就是这个国资方面，那要求娃哈哈的这个财务中心7日内提交境外资金被冻结后的补偿金支付方案。那就员工的这个补偿现金流进行压力测试，如果方案不足，可能会动用股东的特别表决权好，那么其实整个呢就是我们看了，它目前是交了就不让看和我们预测的一样，选择了 seal 就是密封来这个递交流水那么同时呢，董事会的决议这些这个授权链的文件，它提醒要这个延期7天。以及这个国资进入了这个现金流盯防的这个模式以及大家就关注的就是这个信托到底会不会被击穿？那很有可能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一个经营性的资金所以呢我们这个总结来看虽然这个藐视法庭的风险暂时还没有那么高它毕竟交了一部分，但是呢，毕竟这个冻结本身已经跑不掉了国资也开始紧盯，所以呢，这让后续这个杭州 DNA 报告出炉前的现金流博弈更加见到了刀光血影好，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来当一回听床师最近这个斯坦福的吴国光老师这个我有幸和他在一次讨论会上有过交流，然后在斯坦福有一个讨论组我们在一个组里面，然后呢在吴老师呢在不明白过客大举听床这个当我听到这个推背图3个字从吴老师口中说出的时候，那我真的是非常震撼那我们今天也来听一回那每一年夏天呢，神秘的北戴河时间一到有关中共高层的这个高层博弈的传闻就在坊间满天飞传。那今年2025年也不例外网上关于北戴河会议即将11月召开的这个中共20届四中全会高层会议的爆料都是层出不穷。那吃瓜群众热议的焦点包括北戴河会议是否召开了这会议到底开了没有？北戴河，然后谈了什么？气氛如何以及对于这个党内权力格局有何影响？下面我们就来梳理这些未经证实但是广泛流传的传闻，并且我们标明一下哪一些属于传闻哪一些是热议的焦点或炒作点供大家这个关注听床师的我们也来听一回靠谱一点的听床那北戴河会议的传闻有哪些呢？元老博弈与这个议题的悬念会议是否举行与谁在博弈？我们来考证一下。虽然其实中国官方早在2003年就宣称他们取消了暑期的北戴河办公的制度，但历年来北戴河会议仍然被视为中共高层在夏季秘密聚谈的大戏，各种传闻不绝于耳。那据传2025年的这个北戴河密会已经低调召开了，那高层呢围绕习近平的去留展开了博弈那海外的媒体爆料称，多位中共的元老，比如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等，在会上对于习近平的进一步集权表示强烈不满，甚至盛传元老们组建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准备监督习近平交权。还有一份离奇的这个新的9常委名单，显示习即将退位由临时过渡的团队接班这些都是没有经过证实这些爆炸性的传闻虽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是在坊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元老呢劝习近平让步与改革的话题。有传闻透露前总理温家宝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表了内部讲话，劝告元老们不要纠缠于习的私生活这种下三路的攻击，应该把这个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改善中美关系上。据称，温家宝直言，如果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就完了；如果中美贸易协议无法达成合作框架，中国经济就完了。他还苦口婆心地劝习近平做一个往前走的皇上，而非往后走的皇上。那建议那个局部推进政改缓和对美关系，不要一味的跟普京捆绑这是未经证实的传言那还也有传闻说呢，这个习近平的前经济智囊刘鹤也参与了游说，希望习呢转弯改弦更张调整现行的政策。不过呢，评论人士普遍怀疑习近平不可能被劝服，这个人是一个很犟的一个人那么以上内容呢，更像是网传的小道消息尚没有实锤。那逼宫的传言与权力格局的猜想网络上最劲爆的说法莫过于元老派逼宫据传胡锦涛首次在会上放出狠话，如果习拒不交权，这个就启动党内危机处置机制，由掌握军权的这个红二代这个成员组成特别行动小组，确保权力的交接当然这个消息呢，我觉得深表怀疑因为胡锦涛的身体很不好。然后呢，消息称这个温家宝也这个隶属了习近平打破这个党内规矩各种罪状比如修改这个宪法取消任期制个人崇拜提拔亲信在20大之前还违规的修改政治局名单等等，直接指出习近平已经构成了严重的违宪和违纪甚至连李瑞环都罕见的发声说不能让一个人的错误到底，这已经不是他退不退的问题，而是党要不要活的问题。据说在元老们的推动下，形成了所谓一致的决议一旦习不配合交权，小组可以采取5项非常的手段来应对听起来我觉得过于戏剧化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官方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新闻稿虽然宣布了今年10月份召开4中全会，却只字未提这个人事的议题，被一些人士解读为障眼法啊，因为人事博弈非常敏感，所以不敢公开来谈。这反倒让外界更加相信北戴河已经就人事达成了某种默契啊。传闻的版本甚多啊，有的甚至说汪洋和胡春华接班的方案都在会议上传出了啊。还有网红自媒体称蔡奇已经成为总书记的备胎，暗示习总可能指定了接班预案啊。这一点坊间传闻颇多啊，但是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总之呢，北戴河传闻把党内斗争形容得惊心动魄，仿佛一出宫廷逼宫的连续剧啊。当然这些都是广泛讨论，但是未经证实的传言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它的氛围与影响。那从这些传闻来看呢，2025年的北戴河会议被描绘成暗流汹涌，火药味十足。那据海外评论称今年传言之热闹，像极了历史上朝代灭亡前的场景那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改变了政变的阴谋论盛行。这也反映了当前中国政局的不透明和紧张程度。那民间对于高层的权斗格外敏感，人心思变的这种期待很高啊。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北戴河都会有传闻，但以往多数证明只是谣言或者夸大。就像网友调侃每年暑假档中南海就要上映《权力的游戏》，吃瓜群众乐此不疲。但也有理性的声音指出2017年就曾盛传元老北戴河狙击战要掀起风波，结果啥也没有发生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因此这些年这些所谓的逼宫爆料是否真实，我们需要保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戴河作为中共密室交易的代名词其传闻已经成为了舆论场的一大热潮点大家都在热炒，每次呢都会吸引无数的眼球好的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那欢迎大家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就不会错过每一天的节目了。那每一天东八区中午12点日本韩国下午1点，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我们录制的地方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冬令时晚上8点。然后美国东部和欧洲的朋友呢，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看欢迎大家加入频道的会员一刀会，每月1美元，带给您看更多有价值的付费视频，也基本上是每天更新那同时也欢迎大家苹果应用商店搜索真朋友安卓的 Play Store 搜索 Very Real App。那么我们的 APP 呢，提供完全匿名注册不关联手机号、邮箱等任何信息，言论自由欢迎大家在近2万人的 DAO 大群参与节目的讨论在真友圈、自由的朋友圈给节目投稿，还有事实查证的功能可以点一下这是真的吗好的那我们还看最后结尾有一个彩蛋，你看我们6朵兰花齐开了66大顺我估计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大家就能看到我那个10万订阅的奖牌了现在已经在寄送当中。好，那我们期待下一篇明天再会。